高雄在地人閒聊，大寮會變強哦，那應該現在入手嗎？先說結論哦，大寮是真的會變強啊，但目前還在規劃階段。你現在就衝進去哦，以週期來說，我是認為太早了。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3個新制上路，最後是誰要買單？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討論，大寮要變強了嗎？這次來聊一個新聞哦，標題我念一下：高雄捷運大寮大樹線登場，串聯橘線、台鐵九曲塘站、佛光山哦。內容是這樣，就是高雄捷運近日公布全新規劃的大寮大樹線，未來將串聯到高捷橘線的大寮站、台鐵九曲塘站跟佛光山佛陀紀念館哦。圖在這裡，我箭頭畫的地方就是未來大寮線要走的地方哦。那這條線的優點就是可以打通東高雄的交通，未來你要去佛光山的時候，你就可以搭捷運去了。然後它還有一個重大的意義是，捷運啟動一站叫九曲塘站哦。九曲塘是火車站哦，好像當兵的人比較會用到吧，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怎樣哦，直接在這邊捷運轉火車就去屏東。雖然我也不知道坐火車去屏東幹嘛，但我未看先猜哦，可以吸引屏東人來高雄工作哦。所以回到一開始的問題，大寮會不會變強？我的看法是一定會，但不是因為佛光山方便而變強，也不是因為可以轉火車去屏東而變強啊。真正讓它變強就是4個字，叫捷運成員哦。高雄的捷運一旦完成一個完整的環，那東高雄就不再是黑暗大陸哦，蠻荒地帶，而是整張路網啦。最後你要知道，現在可以上車大寮嗎？好，重點來了哦，你看到這裡是不是已經手癢說哦，大寮行吧哦，這個漲價都沒跟到，它現在基期應該很低，可以去看一下哦。等捷運通車以後翻倍又翻倍，你認為嘞？現在是連通車時間哦，那在規劃中誒都還沒出來，然後你要進場大寮，我個人認為說，與其去直接期待這個線，不如你先看捷運黃線嘛，對不對？至少現在有給時間表啊，2032局部通車，2034全線通車，最早規劃是2028，然後就延誤了啊。你現在要蹲捷運黃線，你自己看，是不是快10年？我個人認為以那個設定好房地合一 2.0 給我們設定好的這個5年週期來說，都還有點早哦。等捷運蓋好之後，它的利多要出來，也還要1到2年內，因為這裡是高雄這也不是台北呢，全部都很期待一個新的捷運哦。高雄捷運就是這樣，愛搭不搭的大概就是上下課、上下班時間跟演唱會時間車廂會滿而已。如果你是要自住你想買哪裡你就買哪裡，你要置產的話，就需要去考慮這個所謂週期的問題啊。最後你要知道，10年後的高雄值得期待哦。你說阿元，那你這一集講爽的那捷運大寮大樹線這個標題你講一講，然後說這個沒有很重要，現在不用追，這當然是一種解讀的角度但我用另一種角度跟你說，你再看一次這張圖你想象一下10年後高雄會是怎麼樣？今年2026嘛，那就2036的高雄2036高雄台積電滿血運作P6 廠都好了，百埔園區也好了。然後亞洲新灣區的發展也都相當不錯了，連那個特茂山連那個鴻海的亞灣總部都蓋好了捷運黃線早就通車了應該吧因為政府說2034全線通車，此時高雄是怎麼樣蓬勃發展中，企業都來了，大家都很缺員工，然後做這個大寮大樹線等於是要把屏東跟東高雄的人給他輸送進來可能送到楠梓啊，送到市區啊。這才是高雄市政府真正在打的規劃跟算盤。還有此一說就是政府的那個公共建設的投資是不能停的，反正有相當大一部分的市民就是需要仰賴這個公共建設生活，不是說捷運蓋好以後它要搭，而是就是蓋捷運所以大寮大樹線它的價值，我看起來不像在觀光我想說佛光山如果是的話要蓋早就蓋了嘛我個人認為它的價值就是公共建設的投資跟捷運成員它的價值在讓東高雄跟屏東的朋友可以到市區裡面可以直接搭捷運去，比方說一些公司裡面上班，台積電亞洲新灣區等等雖然搭捷運會超久的，不過台北把大家鍛鍊得很好都已經是板南線了，要到內湖科學園區上班，你自己看還是很辛苦的時間還是很久的。好，講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跟你講了高雄捷運大寮大樹線的規劃跟它未來會連通台鐵九曲塘站跟佛光山，表面上看是觀光啦那真正的意義
不只是在佛光山哦，也不是讓你可以轉火車去屏東啊。這條線背後的真正價值是讓高雄捷運路網更完整，讓東高雄變成整張交通網的一部分。尤其10年後的高雄需要更多勞動力的時候，大寮大樹線就會成為輸送屏東的人才到高雄的重要管道哦。我的結論是大寮長期一定是會變強的，但現在你抓時間還不到要衝進去的時候，你現在要自產，我還是建議你去追逐現在火熱的話題，北高雄啊，亞洲新灣區啊，捷運黃線啊，捷運黃線還要看站點哦。你現在就衝去說要買大寮，我真的是認為太早。最後我想問你，如果你家附近傳出要蓋捷運，你會怎麼做？衝啊，再貸款買一間來等那個捷運，比先等真的動工我再考慮哦，洗夠沒關係哦。在講八卦之前來點乾貨，很多朋友會問我說，阿元你房地產做這麼久，有沒有口袋名單啊？這不就來了嗎？掃一下這個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這裡了，進去先點影片看我介紹，讓你心裡有個底哦，然後就可以直接加他們的 LINE 了。買賣房子，台北找銷店，高雄找林店，美術之星，這2位都是我的大前輩，我有問題也是直接問他們，你就直接敲就對了。如果你雙北要裝潢漢一室內裝修嘛，很多觀眾朋友合作以後都覺得很滿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問題，有頂尖律師可以幫助你。好啦，我有的資源都給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氣。最後我要請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每個月250塊錢，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設功課。高雄自產老會員都跟超過1年了，沒料的話大家早就跑了。最後也不要忘了幫我按下訂閱按鈕。YouTube 的後台跟我說有 74% 的觀眾還沒訂閱，這樣都能超過5萬人支持。如果你還沒訂閱，麻煩先按一下買房阿元 logo 旁邊那個可愛的按鈕，對，點下去就對了。這樣我離10萬訂閱又更近一點，拍片的動力也會暴增。按好了嗎？感謝你這麼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錢。講八卦，今天講這個未來捷運的規劃第一個八卦叫三鶯線通車了，對不對？我看新聞已經有人滿臉笑容，然後去搭那個三鶯線。三鶯線我覺得很屌三鶯線是怎樣接神之板南線神之板南線有多神？反正就等於是台北捷運的大動脈藍色的板南線，它可以把新北的人像板橋然後甚至像土城給它輸送到台北市就這樣一路輸送過去，所以叫神之板南線嘛。你那個淡水線你那個黃色的那條線它效益上都沒有板南線來的誇張，可以一路到市政府信義區這樣。那神之板南線在土城，你看是不是就因為神之板南線，然後土城房價也給它漲成這樣，6、70、70、80都有。好啊，那現在頂埔站再往後延就是說上班族他可以選擇的範圍會變大。以前最遠就必須買在這個捷運站那邊，所以是買在土城，現在他可以往後看了只是要容忍那個通勤時間變久，他可能工作要找到台北車站附近。這個就是三鶯線捷運。在台北新北捷運是票房保證，就是反正還沒通車前就會漲了，就是這樣。甚至預售屋在賣就跟你說，這未來會有捷運就是先漲了，先賣你未來價。可是在高雄不是這樣呢，高雄捷運真的是直到現在2026的狀況都還是在那邊買房子送捷運呢。你要靠捷運去漲價，在賣房子的時候，仲介跟你講說這旁邊就有捷運是很好沒錯，可是你要靠它拉抬多少價錢應該是做不到。高雄人對捷運的依賴程度跟台北完全不一樣真的是完全不一樣。很多朋友就是用台北經驗來做高雄就會翻車，就是這樣，就是說有捷運呢，要給他買下去。很多北部啊中部啊來買高雄自產都會想說反正我買捷運附近無敵確實啦就買房子送捷運跟另一間房子附近沒有捷運，你要哪一個？那還是拿個这個捷運贈品好了但是你要靠它漲價很難捷運在高雄真的不是票房保證你會自動翻譯成說捷運通車以後房價就要瘋狂大漲，在高雄真的沒有這個現象。這個就是北部中部人來做高雄房地產來自產很容易會翻車的地方，就覺得捷運是無敵的，其實還好。高雄我聽過一個說法不止一次去問那個學生，就他們搭輕軌嘛然後搭捷運嘛然後騎機車，他們都要騎機車呢，但是捷運是不得不搭的情況之下才要搭的呢。為什麼？因為他說捷運好貴你看
那高雄捷運說，你學生我已經給你什麼月票什麼，他捷運好貴哦，怎樣才貴？這個如果他自己騎機車的話，你看他一個禮拜他要花掉的捷運錢他騎機車可以騎多遠？根本就是楠梓到市區這樣子通勤都比在市內搭捷運還要便宜很多。所以高雄是機車啦，高雄真的是去哪你都騎機車就對，騎機車還可以騎到那個比方學校門口或是你要去上班的那個公司的樓下找地方停。所以你在高雄你要依賴捷運，捷運路網成型習慣還要改變，沒有那麼快所以不是說在高雄只要有捷運就是自動翻譯成這邊房價要大漲，房價是 OK 沒問題，但我認為是就是讓它跌價的時候有所謂的支撐力，那你要靠捷運直接鍍金真的做不太到。再來就是人口啊，說把東高雄的人輸送到市區现在整個高雄加起来就那個人數就幾乎就是台北盆地，台北加新北1/3啊，所以那個人數本來就不一樣，然後還花錢投資這麼大型的公共建設開出來以後通車量不及預期，那個車廂又只開3節什麼有沒的我們在反正就大寮的這條捷運線，你自己去看大寮現在那個捷運的尾站，你根本沒什麼人好不好？然後那附近很遼闊，人家開了一家享溫馨什麼的，我也是不太懂。總之就是在高雄的捷運真的還好，真的還好。買房子送捷運，既然是這樣，我還是要選一個離捷運近的只是說多近就真的都還好。好，那我個人認為啦，這個什麼大寮線啊，這個什麼開通這個捷運成員東高雄包進來說不定等到它完工通車啟用的那一天你跟我來搭這條線我們都可以用敬老票了，你知道。